找工作不要急，天命集团欢迎你。工作机会多，发展多元化，弹性工作制，灵活上下班。在天命上班真是太充实啦！又轮到我了，这种工作明显安排不合理。上班时间到。在突然成为主教之后，德妮莎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，她想将天命建设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集体，而自己就退居幕后，去默默支持大家。听起来挺美好，那实际情况呢？实际情况当然是跟理想有很大的差距。主教是十分累的，特别是在大崩坏结束之后，天命的工作就变得更加复杂。什么情况啊？加班已经够辛苦了，他还要在人前维持主教的体面，这就更使他感到疲惫不堪。所以有时候他也想摆脱这做不完的工作。听起来班味很重啊，不过这个需求简单，首先要有加班太多而疲惫不堪的姿态嘛，然后熬夜多了睡眠不足导致的黑眼圈，最后就进入摆烂状态，在阴暗的角落躺下，戴上眼罩，逼自己动。所以德丽莎身上会有眼罩兜帽，可以随时进入状态，以及2个或许可以帮忙打工的手偶。那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武器的细节吗？我们注意到，有的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再帮我上天班吧。在德丽莎许下这样的愿望之后，犹大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手偶还真是好用啊！秉承着能自己不动就坚决躺平的优良心态，在战斗中，德丽莎的大部分动作都是由手偶拖动着完成的。她也会突然一个懒腰躺平下来，这个时候手偶就会出现，把她强行扯起来，仿佛在催着她说：“别摆了，赶紧起来干活。”考虑到德丽莎的心境以及犹大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区别于过去我们围绕着十字架进行的战斗设计，这一次我们选择用手偶变化成的短刀、苍鹰拍、流星锤进行了战斗。该开启犹大的新用法了。手偶会变成一个巨大苍蝇拍，然后拖着德丽莎对目标进行一次卖力的拍扁打击。当然，因为工作量超级加倍，所以手偶的表情会有点郁闷。那面对这种职场霸凌的行为，手偶们是如何应对的呢？面对这种情况，2个小手偶他们合体，然后变成一个带有压力表的流星锤炸弹。当这个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就会蹦，给你爆了。在遇到比较复杂的需求场景时，德丽莎会使用得意的必杀技倒头就睡，来达到逃避工作、手偶代劳的效果。希望醒来的时候，工作可以美美结束。大帮手，我们早点下班。马上下班。那请问，对于德丽莎来说，主教的位置是一种负担吗？与其说是一种负担，倒不如说是大家对于主教的期待以及不想输给前任主教的决心，给了他十足的压力。不过，没有人规定主教必须又热爱工作又不能抱怨他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，在下班回到家躺在沙发上的时候，把一天对于工作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甚至大喊着明天就要离职。虽然第2天他还是会老老实实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上班。昨天已经上过班了，今天怎么还要上？